上一期說恩扎盧胺、阿帕他胺和达洛他胺能把雄激素受体锁住，可很多患者刚開始 PSA 降得很好，過一段時間又漲起來，是身體對藥產生抗體了嗎？不是身體產生了抗體，也不是藥突然失去藥性，更接近真相的是治療改變了腫瘤裡的生存規則，原來佔多數依賴雄激素的細胞被壓下去，少數能繞開封鎖的細胞活下來，慢慢變成新的主力。這個過程把前列腺癌推向了去勢抵抗。去勢抵抗是不是說這個癌從此跟雄激素完全沒關係了？恰恰不是去勢抵抗的意思，是血液裡的睾酮已經降到去勢水平，但腫瘤仍然出現明確進展。進展可以表現為 PSA 按標準持續上升，也可以是影像病灶增加或臨床症狀惡化。一次 PSA 波動不能單獨完成診斷，醫生還要確認睾酮水平、複查趨勢和影像。最容易誤解的一點是，去勢抵抗不等於激素無關，相當一部分腫瘤仍然離不開雄激素受體，也就是 AR， 只是它把原來需要正常雄激素濃度才能打開的信號，改造成在極低雄激素環境裡也能繼續運行。也因為這個原因，進入去勢抵抗階段以後 ，ADT 通常仍然作為基礎治療繼續保留。它不能單獨控制已經耐藥的腫瘤，但如果把它突然撤掉，系統性雄激素可能回升，反而給人依賴 AR 的細胞更多原料。後續藥物是在這個低雄激素基礎上加戰線，不是簡單把前面的治療全部推倒重來。那癌細胞是用藥以後現學會耐藥的嗎？可以把腫瘤看成一個很複雜的細胞群體，而不是一種完全相同的細胞。有的細胞本來就帶着少見的變異，有的改變會在不斷分裂和治療過程中出現。用藥前它們可能沒有優勢，用藥後大多數敏感細胞被抑制，能夠適應壓力的克隆反而獲得空間和營養。所以耐藥既可能來自原先就存在的少數克隆，也可能來自治療期間新出現的改变。關鍵不是癌細胞有意識的學習，而是治療像一道篩子，持續改變，誰能活下來，誰能繼續繁殖，這叫克隆選擇和克隆演化。下面幾種機制往往不是單獨出現，而是可以疊加，而且同一個患者的不同病灶也不一定走同一條路。骨轉移灶可能仍高度依賴 AR， 另一個病灶卻已經出現旁路或譜系改變，一次組織活檢只取到一個時間點和一個位置，血液裡的循環腫瘤 DNA 能看得更廣，卻又受腫瘤釋放 DNA 多少的影響。這就是為什麼耐藥評估很少靠單一指標。雄激素已經很少了，癌細胞怎麼還能把 AR 信號打開？第一種辦法是增加接收器，癌細胞可以把 AR 基因多複製幾份，讓細胞裡的 AR 蛋白明顯增多，這叫 AR 擴增或過表達。原來一間屋子只有10個接收器，現在變成100個。即使外面的雄激素只剩1點，也更容易有人接到信號。AR 數量增加還有第二個後果，藥物更難把所有受體都占滿。如果腫瘤同時保留少量局部雄激素，或者受體本身變得更敏感，這幾種改變會互相補上。於是血液裡的睾酮很低，不代表腫瘤細胞核裡的 AR 轉錄程序已經徹底關閉。AR 擴增在未經長期治療的原發腫瘤裡並不常見，卻會在晚期經過雄激素軸治療的腫瘤中富集。這個差別本身就是選擇壓力留下的痕跡。藥並沒有憑空創造統一的耐藥程序，而是讓能夠放大 AR 信號的克隆越來越佔優勢。我聽說有時候抗雄藥不但擋不住，反而可能變成激活信號，真會這樣嗎？在特定 AR 突變背景下，確實可能出現抗雄藥通常要進入 AR 的配體結合口袋，點突變會改變這個口袋的形狀，讓原本起阻斷作用的分子被受體當成了類似激活物的信號。這個現象叫拮抗劑向激動劑轉換，但它只發生在特定分子和特定突變的組合裡，不能理解成所有患者吃藥都會越吃越嚴重。一個研究較多的例子是 AR 的 F877L 突變，舊編號常寫成 F876L。實驗模型顯示，它能讓恩扎盧胺或阿帕他胺的阻斷作用發生反轉。研究者也曾在使用阿帕他胺後進展患者的血漿腫瘤 DNA 裡檢測到這一改變。它說明受體本身的形狀會決定藥究竟是堵門還是誤開門。不同突變的後果並不相同，有的主要影響某一種抗雄藥，有的會擴大 AR 能識別的激素範圍，讓孕激素或糖皮質激素樣分子也可能參與激活。臨床上看到進展不能只憑藥名倒推出是哪一個突變，需要真正的分子檢測，而且檢測結果仍要和病程放在一起解釋。如果換成更強的藥，把這個結合口袋堵得更牢呢？第三種機制更直接，
癌細胞造出一個缺少配體結合域的截短板 AR， 最有名的是 ARV7。普通 AR 像一把需要雄激素鑰匙才能打開的鎖，恩扎卢胺堵的也是锁孔。ARV7 相当於把鎖孔整個刪掉了，但受體下游負責進入細胞核啟動轉錄的部分仍然工作，而且處在常開狀態。2014年的一項前瞻性研究分別納入31名準備使用恩扎盧胺和31名準備使用阿比特龍的轉移性去勢抵抗患者，檢測到 ARV7 的患者 PSA 應答率都是0，沒有檢測到的人分別是 53% 和 68%。這個早期樣本不大，原作者也明確說需要更大規模驗證，所以它說明的是強關聯，不是憑一次檢測替所有人決定用藥。ARV7 還有檢測層面的限制，它常在循環腫瘤細胞裡檢測，如果這管血裡捕獲不到足夠的腫瘤細胞，陰性結果未必等於腫瘤裡絕對沒有 ARV7。不同平台測的是 RNA、蛋白還是細胞核定位，含義也不完全一樣，因此它更適合作為整個證據鏈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張可以脫離臨床背景單獨使用的通行證。阿比特龍已经在抑制雄激素合成，腫瘤還能從哪裡得到雄激素？第4種辦法是把生產線搬到腫瘤內部，耐藥細胞可能上調類固醇合成相關酶，利用膽固醇等原料維持腫瘤內雄激素。血液化驗測到的睾酮很低，並不能精確代表每個轉移到內部的局部濃度。單獨看這點雄激素也許不多，但遇到大量擴增的 AR就可能足以維持信號。這也提醒我們，耐藥機制常常是組合體，局部合成增加一點 ，AR 數量再增加一點，受體敏感度再改变一點，每一個單獨看都不一定足以解釋進展，合在一起卻能把整條信號重新推過閾值。研究裡把機制分成幾類，是為了理解真實腫瘤並不會按課本一次只選一類。有沒有完全繞開 AR 的情況？有，一個方向是旁路接管糖皮質激素受體，也就是 GR 和 AR 能調控一部分重疊的基因。細胞和動物模型顯示 AR 被長期阻斷後 GR 表達升高，可以接手部分原來由 AR 維持的轉錄程序，這是重要的機制證據，但不能據此把患者正在使用的激素藥自行停掉或更換。更徹底的逃逸叫譜系可塑性，部分腫瘤在治療壓力下改變細胞身份，像神經內分泌一樣前列腺癌轉化， AR 和 PSA 表達都可能下降。臨床上如果病灶進展很快，出現內臟轉移，而 PSA 與腫瘤負荷明顯不匹配，醫生會考慮重新活檢，但這些表現只能提示，不能代替病理診斷。另外還有 PI3K、AKT 這類生存通路與 AR 互相補償，特別是在 PTEN 缺失的腫瘤裡，壓低 AR 後 PI3K、AKT 信號可能更活躍，反過來只堵 PI3K、AR 又可能反彈。它提示未來的組合治療為什麼常要同時堵2條通路，這部分會在後面的專門一集展開。聽起來這麼多條路，是不是進入去勢抵抗以後就沒有辦法了？不是，去勢抵抗代表治療進入了新階段，不代表治療結束。醫生通常會重新評估 PSA 趨勢、症狀和影像，核對以前用過哪些藥，並根據情況做腫瘤組織或血液的分子檢測。化療針對特定 DNA 修復缺陷的 PARP 抑制劑，符合條件時的放射性配體治療等，都可能屬於後續戰線，但適用人群完全不同。組織檢測能同時看腫瘤形態、蛋白表達和基因，但取材有創，而且可能只代表一個病灶。循環腫瘤 DNA 取血方便，也可能同时匯集多個病灶的信息，但在腫瘤 DNA 釋放很少時，容易出現假陰性。兩者不是互相取代，而是根據要回答的問題和能否安全取材來選擇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同一條 AR 軸上的藥連續更換，後一個藥的平均效果往往不如第一個。腫瘤已經在前一種選擇壓力下富集了，能繞開 AR 封鎖的克隆，交叉耐藥就可能出現。不過具體到某個人，先後順序還受既往療效、進展速度、症狀、基因改變和可及藥物影響，不能只按一個機制圖排方案。那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強調在轉移性激素敏感階段就早一點強化治療？機制上的考慮是，趁耐藥克隆還沒有在治療壓力下充分占上風，同時從不同位置壓制腫瘤，可能把進展推得更遠。阿拉森斯3期試驗納入1306名轉移性激素敏感患者，在 ADT 加多西他賽基礎上加入達羅他胺，死亡風險相對降低 32.5%， 風險比是 0.68。PEACE 用阿比特龍做3聯，也觀察到總生存和影像學無進展生存獲益。PEACE
伊里在接受 ADT 加多西他赛的710名新诊断轉移患者中，在加入阿比特龍後，影像學進展或死亡的風險比是 0.50， 總死亡風險比是 0.75。兩個試驗的設計和入組人群並不完全一樣，不能把數字直接橫向排名，但他們共同支持了合適患者早期多機制強化這條方向。這裡要加兩個邊界：第一，3聯治療不是保證永遠不耐藥，而是把人群層面的進展和死亡風險往後推。第二，並不是每位患者都適合同一套強化方案，身體狀況、腫瘤負荷、合併症、副作用和個人意願都要放進真實的臨床決策。把今天的內容收成一張圖，治療先篩選出更能適應壓力的克隆，它們可以增加 AR 數量，改變 AR 形狀，做出沒有鎖孔的 ARV7，在腫瘤內部補充雄激素，或者改走 G2 旁路和谱系轉換。前4條多數仍圍着 AR， 最後2條才開始明顯繞開。所以去勢抵抗不是一句藥沒用了，而是一組可以繼續拆解的生物學問題。下一期我們接着看一個很自然的新思路。既然堵住 AR 的鎖孔仍會被繞開，能不能不再堵門，而是把整個 AR 蛋白直接降解掉？這就是 AR 降解劑和 PROTAC 要解決的問題。本期解釋的是耐藥機制不能替代個人治療方案，出現 PSA 或影像進展時，不要自行停用 ADT 或更換藥物，請讓主治團隊結合睾酮、影像和既往治療重新評估。